味道还是比较冲的，估计保险都不一定能修吧。哎呦，准备吃点东西。柴锅炖鸡的店啊，烧柴火噼里啪啦的声音，可以，非常香，真的不错啊，就炖得很烂，很入味儿。就它的肉也是有那种汤汁味儿的，不是说仅仅是一层皮。现在已经是7点多了，太阳还没有落下，我得找一个合适的驻车地。我走的这个应该是国道吧？对，现在我走的是112国道，找一个相对安全的地儿吧。这个山还挺有特色的，石头断层很明显，像是突然滑坡一样。转过一个弯呢，其实看光线明显暗了很多，因为太阳挡在另外一边，并且这条盘山的小路没有人导航，现在都是叫无名道路。这完全是在山体里面凿了个洞，就是太行山脉的山了。把窗户开了一个小缝，外面的风是很凉的。到了山谷里面了。周边的村子有路过的村子是荒废的，断壁残垣的，还能看见野狗。总之，这个往山里面走呢，不会越走越繁华，肯定会越走越荒凉。现在到了这个明天自驾活动集合的地儿，这个空地停车还挺方便的。所以准备在这儿过夜了。已经把车停好了，然后外面比较黑了，还是里面比较暖和。11点多，外面还是漆黑一片，准备睡觉了。The next morning. 大家好，也没有 Mrs. Gary。昨天睡得怎么样呢？就是，哎呀，反正能听见路边的这个大车的声音。但是我睡觉就质量还行嘛，所以醒的我半夜醒了一次。但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呢，是我这个醒啊被冻醒的，包括现在也是，早晨现在5点多还不到6点呢，也是被冻醒的。就是没想到张家口晚上山区这么冷，而且是在房车里面嘛。本来我这车里面也装了柴暖，但是因为现在是夏天的话，我就觉得，对吧？肯定用不上加热嘛，我就柴暖的柴油就一直没有加。但我觉得，今天我必须得去加了。趁着现在早晨还是比较冷，我准备先去找加油站加油，然后测试一下这柴暖的加热效果。哎呦，盖的被子也是很薄的被子，所以就，总之晚上挺凉的。看一下现在的这个室内温度啊，我靠了才13度，我不行了，我得去加油了。这检测还可以啊，太阳也出来了，滚的。阳光很好，现在温度已经逐渐升上来了。赶紧早晨第一件事加柴油加柴暖。现在是把车停下了，这个油桶呢也是第一次用，
10升的，然后这里面有一个这个漏斗，这样反着插的话，再拧紧的话，就是相当于可以直接灌到油桶里。所以准备进房车加油。其实柴油吧，相比于汽油是安全很多，能让柴油着也得费一番功夫。相对来说，在房车里面用柴暖是比较安全的。然后还有一点呢，就是关于柴暖，它的一个加热方式是，我柴油的进气口、出气口，它柴油燃烧，它燃烧完以后，直接从出气口又排到了车体外，所以它的废气是不在车内进行的，它只不过是用柴油燃烧把周围的空气加热好啊，所以周围的空气加热完以后，它是通过排风扇排到这个房车里面，是这么一个过程，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。柴暖口是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把柴油，然后就倒一点，还是应该戴个手套好一点。对，现在这个嘴儿就加好了，这样我就可以直接灌到这个柴暖的油箱里。加了一点，味道还是比较冲的，我准备先测试一下，没问题再继续加。然后泵油口是在最底下，所以这个足够是泵油了。然后上面连到柴暖。本来想冬天才测试这个柴暖，这个进度大大提前，搞得在盛夏的张家口的山区里面已经开始测试了。柴暖因为是分季节，所以我单独给柴暖也配了个开关。现在亮了。还有看现在早晨张家口的这个阳光，已经100多瓦开始冲上了。现在柴暖显示的也是14度，我需要先让柴暖泵油，然后再燃烧。这个柴油正在顺着这个管儿开始往上泵，泵到一定程度，然后就可以打开柴暖了，应该就可以点火了。我靠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快速升温，已经开始出暖风了。然后这边油泵也在持续的往上泵油，导数调低一点吧。这回今天晚上不怕了。Battery 80%. Connected to Mrs. 川は台風のたびに氾濫する。少なからず日常じゃなくなる瞬間がある。そういうことに现在就吃早饭看电影，逆变器什么都开着呢，跟太阳能还是300多瓦的发电功率。我靠，在这趴着的时候看见牛过来了，别顶我呀！这要牛顶一下，我估计保险都不一定能修吧。是吃我轮胎呢，好像。
哦，填我轮胎呢。